作为明星，能在娱乐圈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就算成功，就算之后他们选择退圈，那么不管是播放一个片段还是一段音乐，总能让人们想到他们的英姿倩影。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独自养大儿子，67岁时笑喊母亲任务结束，不排斥姐弟恋，还说70岁结婚也没问题，希望能发喜帖。今天就来一起看看歌手尤雅的故事。关于尤雅，还得从她未出道前开始介绍。她出生于1953年12月18日，本名林丽红，是台湾玉女歌星第一人，也是刘家昌的爱徒。她从小就热爱唱歌，16岁被刘家昌相中进演艺圈，出道50年，累积大量作品，像是我找到自己、有我就有你、小雨、青烟等。尤雅11岁就发挥了热爱唱歌的天赋，好不容易说服妈妈帮忙报名了儿童歌唱比赛，却不料上了舞台惨遭淘汰。原以为与歌唱无缘，没想到奇迹出现了。台下有位唱片公司老板一眼就相中她，认为她长得甜美，嗓音很有潜力，决定栽培她。第一张闽南语唱片《为爱走天涯》推出后就受到歌迷的热烈回响，陆续推出《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更是大受欢迎。连原本反对她唱歌的父亲也鼓励她闯出一番成绩。没想到后来因为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完全打破了爸爸的预想。《往事只能回味》推出后，作秀的邀约陆续而来，不止在台湾的场子天天爆满，尤雅也接受邀约到海外演唱，顺利打开华人市场。她演绎的歌曲却不及《往事只能回味》红极一时，当时尤雅也被很多人戏称是一曲歌星。读高一时，尤雅加入合唱团，并成功获得恩师刘家昌的指导。成为刘家昌的学生后，短短1个月内，老师为他写了5首歌曲，拍好沙龙照。刘家昌谱曲，林煌坤填词的《往事只能回味》推出后立刻造成轰动，尤雅的名气也越涨越多。忆起当时的情况，尤雅表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雄蓝宝石歌厅砸重金邀请去作秀，14天的表演竟天天爆满。老板更豪气地对他说，一天表演的酬劳是4500台币，这可不是比小数目，因为当年他当驻唱兼主持人，1个月也不过800台币。不过花无百日红，红极一时的尤雅在不久后事业开始走下坡，后曾加盟台视，并推出专辑唱片《燕儿归》，打算东山再起，可惜始终不复当年勇。事业受挫的尤雅与发型设计师一见钟情，交往不到3个月就闪电结婚，婚后也生下了个宝贝儿子。本以为能够幸福一辈子的婚姻，却只维持了短短3年就宣告破局。尤雅多年后回忆这段婚姻，表示当初太冲动，是自己不想要这段感情的。1953年5月18日，尤雅出生。她的歌声非常有辨识度，声音干净透亮，很有特点。尤雅16岁时就已经开始在酒吧做驻唱歌手了，也因此被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看中，收为徒弟。后来刘家昌写了一首《往事只能回味》，经过尤雅的演唱，成为经典金曲。这首歌虽然已经面世50年，但至今依旧还有人在翻唱和传唱着，可见其经典的程度。尤雅也是最早被歌迷公认的台第1代玉女型歌手，她青春靓丽的外形特别受到青少年的欢迎。尤雅不仅国语歌曲了得，她的闽南语歌曲也是很有特色，非常动听。可能你不熟悉尤雅，但你要知道，刘德华、张学友都曾经视她为偶像，可见她当时的影响力还是不少的。另外，尤雅还有一首比较经典的情歌《在雨中》，是和老师刘家昌合唱的国语歌曲。尤雅还是珍妮的师姐，因为当年刘家昌不仅收了尤雅为徒弟，珍妮也是其中的徒弟之一。1970年，刘家昌就为17岁的爱徒发了首张专辑《往事只能回味》，爱人去不回，其中那首《往事只能回味》一下就爆了，创造了上百万的销量。这首歌不仅捧红了尤雅，
也成了刘家昌事业的转折点，正式开启他作为音乐教父的辉煌篇章。多年以后，刘家昌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必定以往事只能回味为前缀。除了往事只能回味，刘家昌还为尤雅写了不少歌曲，如我找到自己、有我就有你、街灯下、小雨、深秋、青烟、在雨中等，将他的歌唱事业推上相当的高度。尤雅出道已经超过半个世纪，18岁时便凭着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惊艳了整个华语歌坛。这首歌在当年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人不会唱，风靡的程度可想而知。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后来遭遇事业低潮与婚姻失败的打击，他如今依然站在舞台上用歌声疗愈粉丝。前些时候在受访时，尤雅也难得在镜头前回忆当年的光辉岁月，更分享了自己跑遍世界各地演唱的近况，丰富的生活让人羡慕不已。离婚后，他再度从歌坛出发，虽然复出后成绩表现算是亮眼，后期还到新加坡、西雅图、纽约表演，为华人听众献唱。提起自己跑遍天南地北近半世纪的演唱生涯，尤雅表示，只要站上舞台，心中便充满踏实感，我会一直唱下去。在儿子25岁时，尤雅坦言想找个伴，期待能有第二春，更向往谈场姐弟恋。卸下母亲的责任，她期望另一半财力相当，要有体力，如果小自己30岁也不排斥，不介意再婚。他说就交给上帝安排，希望70岁还能发喜帖。2016年，尤雅在台湾举办演唱会，她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笑认新恋情，与美国前男友复合并同居。她说对方是美国华裔，两人30多年前交往过，几年前重逢再来电，并大方透露两人目前在美国同居，我们现在是心灵相通，非常有默契的知己。我现在很开心，彼此能互相支持、鼓励和照顾。两人偶尔会一起逛超市，他甜蜜叙述，有一次，我男朋友说我要走在他旁边。我问为什么？他说希望我们永远都走在一条线上，不要一个前一个后。近期，文章将担任尤雅演唱会的嘉宾，两人将会合唱在雨中。谈到这名老友，尤雅说两人20多年没见了，很开心能邀到他当嘉宾。原来两人过去曾一起代表台湾外交部访欧洲，相处大半个月，至今对他的印象是幽默、有趣。多年不见，再次同台会否担心感觉疏离？他回答，我觉得会很好笑，跟很久不见的老友再见面，很兴奋，期待，不知道见面了会不会一直想笑。针对两人当年相处时间不短却没传绯闻，他笑说，我们很有默契，但相处像姐妹。如今尤雅投资有道已是身价超过5000万的单身贵妇，她离婚近30年，近来春风吻上她的脸，公开喊着要征婚，条件竟是财力相当但年纪不限，期待幼齿男共谱姐弟恋，而且就算相差30岁也可以。他更发下豪语，希望70岁还能丢红色炸弹。当年以往事只能回味一炮而红，赚进不少钞票。他理财有道，对于房地产独具慧眼。30年前以20万买下台北东区的40平房子，如今房价翻倍飙上1000万。不仅如此，尤雅在美国旧金山有2间独栋豪宅，他买房时都是豪气直接付清，坚持绝不贷款的投资原则。尤雅在美国的资产以每栋2000万元价值估计，加上每年海外固定有4、5场演出，唱酬能赚进上100万元当零用钱。单身贵妇身价加起来超过5000万。而尤雅自己也保养有道，脸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常年在美国居住的她，身边仅有儿子相陪。如今孩子已25岁能够自立，如今尤雅自己已复出，虽然复出后成绩无法再跟当年最辉煌的时候相比，但还是有不错的成绩。尤雅完成了新加坡、西雅图的表演，更在母亲节时飞到纽约，为华人听众献唱，
说起自己跑遍天南地北、近半世纪的演唱生涯，尤雅表示，只要站上舞台，心中便充满踏实感，她会一直唱下去。尤雅后期虽然没有给大家带来又一巅往事只能回味前，她已经演唱闽南语及西洋歌曲多年。11岁那年，适龄的华声电台和雷虎唱片联合举办儿童歌唱比赛，林妈妈拗不过女儿的恳求，瞒着先生偷偷帮女儿报了名，结果榜上无名。原以为与歌唱无缘，谁知道却出现奇迹。原来歌唱比赛当天，雷虎唱片股东之一的吴文龙正好在现场，他对尤雅甜美的嗓音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赛结束后，便邀请他为雷虎灌唱片。尤雅的第一张唱片是闽南语的《为爱走天涯》，推出后受到歌迷的热烈回响。接着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更是大受欢迎。尤雅的父亲一向不赞成她唱歌，直到第3张唱片问世后，父亲才知道女儿瞒着他。放学后偷偷跑到唱片公司练歌、灌唱片，成绩还不错。事已至此，父亲也无话可说，只提醒他要好自为之。初期双亲都认为女儿可能要在台语歌坛打天下，想不到往事只能回味改变了她的命运。尤雅在读高1时加入电星合唱团，并在统一饭店唱西洋歌曲兼主持人，当时刘家昌在中视主持每日一星。由于节目吃稿量大，必须不断发掘新人，刘家昌曾听过尤雅的歌，对她的声音十分喜欢，除了请她上节目外，并积极游说她灌国语唱片。在短短的1个月内，刘家昌为尤雅写了5首歌曲，并且找人为她拍照，找录音室灌唱片。往事只能回味推出后立刻轰动，尤雅也跟着水涨船高。当时高雄蓝宝石歌厅特别邀请尤雅前去作秀，1天3场，连做14天，结果天天爆满。老板非常礼遇尤雅，言明1天表演的酬劳是4500元，而他在统一驻唱兼主持人1个月也不过800元。只不过短短几个月，尤雅的身价就不断往上升，乐坏了小妮子。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地区也被这首浅显易唱的歌曲深深打动。尤雅顺利地打开海外市场，所到之处无不轰动。当时很多人都戏称尤雅是吃遍天下的一曲歌星。事实上，尤雅唱红的名曲不少，她能够在歌坛走红多年，主要是唱片公司看到尤雅受欢迎，便不断请了多位知名作曲人为他写出许多叫好又叫座的歌曲。除了往事只能回味，刘家昌还为尤雅写了《我找到自己》、有我就有你、小雨、青烟等佳作连连，数度创下国语唱片的销售记录。接着左宏元为他做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未曾留下地址、彩云飞、蔡荣吉的心有千千结，以及骆明道的《烟水寒》、爱在飞扬等都是红极一时的热门歌曲。尤雅最红时还曾与面貌与她酷似的李雅芳合演闽南语连续剧《姐妹花》，大受欢迎，成了炙手可热的红星。但再红的艺人也有褪色的一天。民国67年，尤雅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也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68年底，她回台加盟台视，并推出专辑唱片《燕儿归》，想趁此机会再展雄风。可惜事与愿违，虽然没有再度走红，尤雅却在这次回国时认识了一位发型设计师，两人交往不到3个月就闪电结婚，婚后赴美定居。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3年，有一个儿子。结束婚姻的尤雅决定回国重返歌坛，她需要歌迷的支持及鼓励，那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一定可以帮她渡过难关。无奈形势比人强，在新人辈出下，国语歌坛几乎没有尤雅的位置，于是她转唱台语歌曲，陆续灌了《难忘的机场》等无人、吃亏的爱情等。虽然成绩还不错，但已无法与她早年的成绩相比。在台语歌坛唱了一段时间后，尤雅也感觉到时不我与，再唱下去也不过如此。民国80年左右，逐渐淡出歌坛，往日那些掌声随着往事只能回味，渐行渐远的歌声消失在无情的岁月里。尤雅出道超过半个世纪，18岁时便凭着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惊艳了整个华语歌坛。这首歌在当年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人不会唱，风靡的程度可想而知。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后来遭遇事业低潮与婚姻失败的打击，
她如今依然站在舞台上，用歌声疗愈粉丝。前些时候在受访时，优雅也难得在镜头前回忆当年的光辉岁月，更分享了自己跑遍世界各地演唱的近况。丰富的生活让人羡慕不已。优雅表示，11岁时热爱唱歌的她，好不容易说服妈妈帮忙报名了儿童歌唱比赛，却惨遭淘汰。原以为与歌唱无缘，没想到却出现奇迹。因为在歌唱比赛当天，在舞台下的唱片公司的老板一眼就相中优雅，认为她甜美的嗓音很有潜力，值得栽培，便邀请她入行，并帮忙发行唱片。幸运的是，优雅第一张闽南语唱片《为爱走天涯》推出后就受到歌迷的热烈回响，接着发行的《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更是大受欢迎。顺利闯出一番成绩后，连原本不赞成她唱歌的父亲也不再反对，还认为女儿准备要在台语歌坛闯出一番惊天成就了，非常开心。没想到后来因为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完全打破了爸爸的预想。读高一时，优雅加入电星合唱团，并成功得到恩师刘家昌的青睐。除了请他上节目外，更积极地说服优雅一定要出国语唱片。对此，当时才16岁，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的个性不怕挑战，那天晚上就同意了。在签约进入海参唱片并成为刘家昌的学生后，不过短短的1个月，老师就帮他写了5首歌曲，还大动作的找人为他拍照，其中就有《往事只能回味》。这首由刘家昌谱曲、林煌坤填词的作品，动人的旋律与怀念青春爱恋滋味的浪漫歌词，推出后立刻造成轰动，优雅的名气也跟着水涨船高。往事只能回味推出后，作秀的邀约跟着来了，不止在台湾的场子天天爆满，优雅也接受邀约到海外演唱，顺利打开华人市场。不过由于往事只能回味真的太红了，当时优雅也被很多人戏称是靠着一招鲜吃遍天下的一曲歌星。一起当时的情况，优雅表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雄蓝宝石歌厅重金邀请自己前去作秀的工作了，因为连他也没想到为期14天的秀场表演竟天天爆满。老板更豪气地对他说，一天表演的酬劳是4500元，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因为当年他在统一驻唱兼主持人，1个月也不过800元，得到高额酬劳的他真的开心极了。令人遗憾的是，红极一时的优雅在民国60年左右事业开始走下坡。他也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回台再拼一把，也加盟台视，并推出专辑唱片《燕儿归》，将所有希望都投注于这首歌曲，打算东山再起，可惜最终事与愿违。事业受挫的优雅后来认识了一位发型设计师，一见钟情的两人交往不到3个月就闪电结婚，婚后也生下了个宝贝儿子。本以为能够幸福一辈子的婚姻，却只维持了短短3年就宣告破局，让伤心欲绝的优雅把心一横，回到台湾重返歌坛。因为当时的他知道，伤心不已的自己最需要歌迷的支持及鼓励，那是他自幼生长的地方，一定可以帮他渡过难关。虽然复出后成绩无法再跟当年最辉煌的时候相比，但还是有不错的成绩。去年5月中时，他完成了新加坡西雅图的表演，更在母亲节时飞到纽约为华人听众献唱。说起自己跑遍天南地北近半个世纪的演唱生涯，优雅表示，只要站上舞台，心中便充满踏实感，他会一直唱下去。歌手优雅投资有道，是身价超过5000万的单身贵妇。她离婚近30年，近来春风吻上她的脸，公开喊着要征婚，条件竟是财力相当，但年纪不限，期待幼齿男共谱姐弟恋，而且就算相差30岁也可以。他更发下豪语，希望70岁还能丢红色炸弹。海内外拥豪宅，身价5000万。优雅当年以往事只能回味一炮而红，赚进不少钞票。他理财有道，对房地产独具慧眼。30年前以20万买下台北东区的40平房子，如今房价翻倍，飙上千万。他说，感觉对了就买，地点很重要。不仅如此，优雅在美国旧金山有2间独栋豪宅，他买房时都是豪气直接付清，坚持绝不贷款的投资原则。优雅在美国的资产以每栋2000万元价值估计，加上每年海外固定有4-5场演出，唱酬能赚进上百万元当零用钱。
单身贵妇身价加起来超过5000万。孩子已自立，想谈姐弟恋。今年58岁的尤雅保养有道，脸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常年在美国居住的她，身边仅有儿子相陪。她和前夫交往不到3个月便闪电结婚，3年后离婚。她回忆说，是我不想要的，当初太冲动了。如今孩子已25岁，能够自立。尤雅坦言想找伴儿了，期待能有第二春。她开出征婚的择偶条件，要财力也要体力，除了希望和她财富相当，她更向往谈场姐弟恋，只要和我有一样的信仰，就算差30岁也没关系。坦诚认识在美企业家。尤雅坦诚，目前和好几位在美的企业家都有不错的互动，对方也常听他传福音。那不是当真听福音，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彼此有没有发展空间？尤雅闻言害羞地说，就看上帝安排咯。希望我70岁还能发喜帖。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